的世界里没有文字，没有歌名，也没有歌词。成长的时空里只有孤独。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坐一天。火星少年未必真的格格不入，他蛮懂事。天才歌手唯独对吃情有独钟。他很爱吃，基本上我们家的肉就是被他一个人吃掉。一碰数字就发呆7000块钱一天，2天就是14000。一上舞台就疯狂。青春不长，未来还广。中国娱乐报道独家探访华晨宇火星少年的成长记。好，中国娱乐报道特别企划《火星少年华晨宇探访》第4期，也是最后一期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就要好好看，因为呢，这一期也正好来到了华晨宇离现在最近的日子，他要参加《快乐男声》了。那你知道《快乐男声》当中他有一首无字神曲，谁帮他训练的？还有那些很经典的歌曲，谁帮他选的？有没有人帮？我对，亲爱的小孩。对，而且在这一路上，他有没有一些迷茫啊？有没有一些焦虑呢？赶快继续华晨宇的故事。这是华晨宇来到大学后参加的第一个比赛，在音乐人才济济的武汉音乐学院。当时刚刚升入大学2年级的华晨宇就参加了1年仅有1次的校园歌手大赛。没想到平时低调不爱说话的他，不唱则已，一唱惊人。刚开始我其实是帮他递话筒的，我是负责他那一组的选手。那是他第一次在学校比这种大型的唱歌比赛，然后他拿到了亚军。他是现场感染力特别强的人，就是不夸张的说，就是会觉得有鸡皮疙瘩。这次比赛让学校里的学生记住了华晨宇，也让他的专业课老师格外注意他。而同样的，音乐专业课上的华晨宇也超乎寻常的专注。他专业成绩一般都是最好的。他来上课从来也不迟到，平时他其实早上都不起床的。他的性格呢，适合做他这个艺术。我说你小众音乐，你就要把它做到极致。王丹平老师的因材施教，让华晨宇在音乐专业课上进步得很快。2013年，正在念大3的华晨宇萌生了参加选秀比赛的想法，而后来众所周知的快乐男声，其实不是当时的华晨宇的唯一选择。就在这个琴房，就跟他俩就商量，到底是参加快男呢，还是参加中国好声音？我还是特别希望华晨宇去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栏目呢，还是做得挺好的。还有老师，我已经报了快男，我说有多大的把握？他现在倒是没有什么把握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样子和我这个歌唱的感觉呢，我觉得我去参加快男可能会靠谱一点。他说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华晨宇报名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海选。不过，几乎没有舞台经验的他，对于海选歌曲的选择几乎毫无头绪。我说，参加海选的歌呢，他只会给你1分钟，最多1分钟，再就要不是30秒。我说，你必须一张口就要打动那个评委。他问他唱什么歌为好呢？我说你不是说你自己会写歌吗？我说那你把你的歌给我听听。他说哎呀，那不好意思，又没歌词，又没自己也没把它琢磨透。我说那就无字歌。他说是的。我说那你唱我听听。他在那儿唱嘛，我就坐那儿。他就先唱。我说不错。我说你就拿这歌。他说老师行不行啊？我说你听我的，你就拿这歌去比。这首无字歌得到了华晨宇师姐尚雯婕的高度认可，这个对于音乐疯狂的火星弟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。除了扎实的唱功，华晨宇最抓住观众耳朵的，无疑是充满感情以及个性的声音。刚好我们一去就是轮到他上场，我们就在外面听，一听就华晨宇的声音。我说你唱歌怎么是这样的？他说我觉得那样很舒服，他觉得他那样是自然的。然后
他觉得那样才会把他的一些情感所表达出来。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，光靠声音已经不能够完全吸引观众了。看着同台比赛有的选手的劲歌热舞，华晨宇也想对此做出尝试。虽然这对于并不擅长肢体动作的他是个不小的挑战，不过好在华晨宇在学校里曾有过一次并不情愿的跳舞经验。叫三峡我的家乡，我的学生呢只有8、9个，我就是我们一边唱，他们就一边跳。我们花花说：“那我不会跳，我不会也得学。”就这样学啊，学了以后，最后我说我还跟他说：“华晨宇，怎么样？”我觉得我说一个流行歌手在舞台上必须是又要唱又要演又要跳，啥都要会。就是有了这次被老师逼上舞台跳舞的经历，才让华晨宇打开了舞台上的另一扇门。就在快乐男声全国晋级赛中，华晨宇的华式舞蹈十分成功。老师的帮助、粉丝的支持、自身的努力，最终让华晨宇这个来自火星的少年，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不负众望，获得了总冠军。我们用热烈掌声恭喜今年的总冠军华晨宇！比赛结束后，懂事的华晨宇第一时间就对老师表达了感谢。就是决赛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给我发的，他想不想？之前手机一直被没收了。所以刚刚看到老师，不管我现在走多远，我始终不会忘记你教会我的东西。你给了我很多的机会，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学生。如今，24岁的华晨宇已经是万众瞩目的音乐新星。他用稚嫩的倔强、拼命的坚持、始终的热情，一点点推开了自己遥望已久的音乐之门。华晨宇，火星上的音乐少年，就是这样炼成的。不妥协。挺好的，到这里呢，我们的特别企划结束了，大家了解了更多华晨宇过去的故事，我们也相信呢，随后他的故事会更加精彩，因为有大家的陪伴了嘛，花花加油喽！